纵观中国历史，有一个规律是秦王这个名号最容易成为皇帝。比如最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，他登基称帝前就是秦王，被封为秦王的皇子，通常要么比太子以外的其他皇子年长，要么比大多数皇子优秀。按照古代立长立贤的标准，一旦太子出现意外，秦王就占据很大优势，这就是秦王容易得手的原因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秦王都这么好运。比如大明朝的第一代秦王朱元璋的次子朱爽，朱爽出生于元朝至正16年，是朱元璋次子，仅比大哥朱标小1岁，但1岁之差，待遇却天差地别。1年前朱标出生的时候，朱元璋刚好在攻打南京，听闻长子出生，朱元璋大喜过望，在一块石头上刻下到此山者不患无嗣4个大字，从此对朱标十分重视。等到朱爽出生的时候，朱元璋早已攻下吉庆，心境不同，初次当父亲的感觉也已经不在，所以朱爽并没有享受大哥那样的待遇。按照朱元璋的初步设想，当时大明王朝的主要敌人来自北方，所以他把几位年长的儿子的封地全部放到长城沿线，如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棣等，一共布局了9个藩王，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明朝9大塞王。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期，为了削弱色王的实力，增加为13色王，人数虽多，权力却被分散了。按照朱元璋的最初预想，9大塞王是以秦王朱爽为首的，再加上当时朱元璋有迁都西安的想法，所以朱元璋派朱爽平藩西安，是对他寄予厚望。可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朱元璋的预想。洪武初年的诸位皇子大多20岁离开南京，前往藩地，比如朱刚、朱棣都是20岁那年就藩。然而秦王朱爽去西安的时候已23岁了。是什么原因让朱爽推迟了3年才去就藩的呢？有2个可能，一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不舍，二是朱爽还没准备好。朱元璋雄才大略，不至于为了一点儿女私情破坏对帝国版图的布局。朱爽就藩之所以迟了3年，本质上还是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洪武11年5月，朱爽刚来到西安，紧接着朱元璋的圣旨就到了。朱元璋在圣旨上对朱爽说，关中在汉唐时期本是繁华之地，元朝之后这里民生凋敝，而今我平定了天下，关中百姓仍然要承担运输和纳税的劳役，得不到休养。你到达西安后，就不要让当地百姓再做其他的劳役了。世人都说洪武大帝性格刚猛，手段狠辣，实际上朱元璋对待官绅是残酷无情，但对百姓还是有仁爱之心的。从朱元璋上述这段话能看出他对关中百姓的关爱，也是在提醒朱爽，希望他用心治理，恢复汉唐时期的繁华。从朱元璋的谆谆告诫中可以看出，朱爽对自己的藩王生涯或许并没有做过多的规划，反之他需要父亲的提醒。朱元璋希望朱爽能够爱民如子，成为大明朝藩王的表率。殊不知朱爽刚到西安，就如野马脱缰，从此天高皇帝远，再也没人能拦着他了。朱爽不仅大兴土木，还荼毒百姓，对当地进行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。朱元璋听闻之后勃然大怒，下旨痛斥朱爽，你简直蠢如禽兽，我惩罚你，你不要疑惑，若我死之后你还这样，到时候不能怪罪你兄长不饶你，权势你就由自取。洪武15年，离京4年的朱爽第一次回到南京，因为马皇后病逝，大明皇子们纷纷奉旨回京奔丧。朱爽在南京城待了2个月，朱元璋多次耳提面命，希望他能做一代贤王。朱爽在父皇面前点头如捣蒜。待到朱爽回到西安，他表面上改过自新，暗地里仍旧我行我素。为了防止有人到京城告密，专门派人在沿途拦截赴京人员。所以在表面上，朱元璋甚至认为朱爽已经改过了。朱爽有2个王妃，正妃王氏乃元末大将王保保的妹妹，次妃邓氏则是明朝大将邓愈的女儿。朱爽迎娶王氏，本就是朱元璋想向王保保示好，有意劝王保保投降，特意为之。但朱爽并不喜欢王氏，而专宠邓氏。为了讨好邓氏，他派人到沿海抢掠珠翠，导致许多百姓家破人亡。不仅如此，朱爽还在秦王府中滥用私刑，例如他看哪个工人不满意，便要割掉工人的舌头。事后又怕其他人多嘴，他又将这些工人全部灭口。
搞得秦王府的工人都如履薄冰。俗话说纸包不住火，朱爽的恶行最终还是被朱元璋强大的情报系统探知。朱元璋得知朱爽屡教不改，最终决定痛下杀手，给朱爽一个教训。但朱元璋到底护短，没有杀自己儿子，反而将儿媳妇邓氏赐死。这件事一度让朱爽伤心不已。明朝洪武24年，朱元璋以秦王有大过为由，召朱爽回南京。同年，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前往西安考察朱爽。当年8月，朱标返京，为朱爽说了不少好话，朱元璋怒气稍解，这才允许朱爽返回西安。然而朱标自从西安归来后就渐渐病重，第2年一命呜呼。朱元璋悉心培养的接班人，大明朝的第1位太子竟然夭折了。关于朱标之死，坊间有传言和朱爽有关，但正史上并无此记载。总之，朱标死了，朱元璋一夜白头。微妙的是，朱元璋在考虑新接班人的时候，曾说过燕王鹦鹉四镇的话，有意立四子朱棣为太子。后来大臣刘三吴认为，朱标虽然死了，但朱标上有儿子，皇位应该留在长子一脉。朱标之子朱允炆这才成了皇太孙。抛开隔代传位的事实，按当时的情形，朱标去世，朱元璋在考虑朱棣之前，最应该考虑的人应该是次子朱爽。但是很明显，朱爽不在朱元璋的考虑之列。这充分说明，朱元璋从朱爽做的种种恶行中看出，朱爽不是人君之气，若登上皇位，迟早是第2个夏桀、商纣一类的人物。朱元璋没考虑朱爽做接班人，朱爽本人是否有觊觎之心呢？答案是有的。根据太祖皇帝亲录的记载，朱爽曾秘密派人将自己房中的床制作成五爪龙床。礼制规定五爪天子，四爪诸侯，民间也有五爪为龙，四爪为蟒的说法。朱爽作为亲王爵位，最多只能用四爪龙，他暗中在房中用五爪龙，其意不言自明。但朱元璋还是太护短了，面对如此僭越的行为，他最多只是骂人，没有实质性的惩罚。明朝洪武28年，西番叛乱，朱元璋命朱爽带领平羌将军宁正前去平叛。宁正是明朝初年的名将，曾跟随徐达、冯胜立下不少战功，还跟随邓禹、穆英平定过西番之乱。在宁正的辅佐下，朱爽终于扬眉吐气一次，他打败了叛军，上书给朱元璋夸耀自己的功劳。朱元璋是从军旅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帝王，打仗那点事儿他门清。此次平叛到底是宁正之功还是朱爽之功，朱元璋心知肚明。但他还是厚赏了朱爽，因为他毕竟还是个父亲，想在有生之年给秦王一脉多留点家底。遗憾的是，朱爽没有体会老父亲的一片苦心。朱元璋刚奖赏过他，他就命人将西番叛军中的美女全部掳入秦王府，连孕妇也不放过。不仅如此，朱爽还掳走150名幼女，又将150名幼男阉割，很多西番家庭因此家破人亡。洪武晚年，朱元璋一心想安抚西番18族的百姓，朱爽如此做法不仅残忍暴虐，而且还坏了朱元璋的大计。朱元璋得知朱爽的罪行后，不仅打算追回对朱爽的封赏，还打算将他带回京城盐城。然而朱元璋没有等到盐城朱爽的机会，因为就在他派人前往西安的时候，朱爽死了。朱爽是怎么死的呢？太祖皇帝亲录记载，朱爽平时作恶多端，伺候他的工人们每日战战兢兢。终于有一天，有3位老妇人忍无可忍，偷偷在朱爽经常食用的樱桃煎中下毒，最终老天有眼，朱爽毒发身亡。朱爽去世后，朱元璋一方面要严惩凶手，一方面却让礼部和宗人府降低朱爽葬礼的规格。朱元璋说，像你这样的藩王亘古未有，我杀死毒死你的凶手，是因为你是我儿子，但你之死实在是死有余辜。当时的朱元璋已经年近古稀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他说出这句话，可见对儿子有多么失望。在明朝，秦王朱爽这一脉并没有起到平藩长安的作用。明朝末年，李自成起兵，由于李自成发迹于西北，所以秦王一脉最先遭到冲击。明朝崇祯16年，明朝第15任秦王朱存吉公开投降李自成，成为最先投诚大顺军的明朝藩王之一。若朱元璋知道后代如斯，不知道是否为保留秦王一脉而后悔。